大家好，今年的2026年世界杯足球賽總算在本周落幕啦。那也恭喜西班牙隊呢獲得今年最後的總冠軍。不過呢，在今天的這支影片，我們要談的比賽並不是冠軍賽，而是季軍賽——英法大戰。原本以為季軍賽呢應該是最無聊的一場比賽了，沒想到呢雙方卻踢出本屆最瘋狂的劇本。英格蘭呢是以6-4力退了法國，雙方合計呢狂轟了10球啊！不僅呢改寫世界杯季軍賽呢史上最多的進球紀錄，那也刷新了2026年世界杯單場呢最高的进球數。但是呢，我們仔細回顧呢，這10球的進球內容，那我們就会發現一些不尋常之處哦。那我們在上半場一開始呢，不到2分鐘，這個英格蘭的 Rice 呢，馬上呢就踢進了1球哦，英格蘭1-0領先。那接着呢，在18分鐘左右呢，又再進了1顆球，英格蘭2-0領先。好，再來呢，接下來是在第37分鐘，由這個英格蘭的薩卡，他又踢進了1顆球哦，是3-0。那在上半場的傷停補時1分鐘呢，薩卡又進了1顆球，所以上半場呢，英格蘭就狂轟了4球，4-0領先。但呢，法國呢也不是省油的燈哦，下半場呢，一樣不到3分鐘啊，法國的這個著名的前鋒 Kylian 姆巴佩哦，他就馬上呢回擊了1顆球，比賽這個比數是4-1啊。雖然說英國還是領先，但是呢，法國呢又接連呢在第54分鐘跟66分鐘，那第66分鐘一樣由這個 Kylian 姆巴佩哦再進了1顆球，那法國呢馬上追到4-3。好，再來呢，在87分鐘的時候呢，這個法國呢他在英格蘭的禁區犯規啊，所以呢英格蘭獲得了1次罰球機會，那一樣由薩卡呢進了1顆球，那薩卡也完成了帽子戲法。然後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還沒有哦，下半場要結束呢，傷停補時6分鐘，法國呢居然又神奇的進了1球，比數變成了5-4。好，你以為這樣子又結束了嗎？還沒有哦，在這個下半場最後呢，傷停補時8分鐘的時候，這個 Jude Bellingham 呢最後呢又進了1顆球哦，所以呢最後比數呢是6-4。那大家應該可以發現，在這10球一路的進球過程當中，有一個神奇的現象，就是呢，英格蘭除了一開始0-0之外，他從來沒有落後過，甚至連被追平都沒有。所以呢，這就讓我們想到數學上一個很有名的問題，就是一路領先問題，或者叫做投票問題。那讓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一路領先問題是怎麼一回事。首先呢，我們先來畫一個6×4的方格。那等一下呢，我們的橫坐標代表是英格蘭的進球數，那縱坐標呢代表是法國的進球數。那我們就要一路從0-0一直到6-4，那就会用數对00跟數对64表示。那等一下呢，英格蘭每進1球，我就用一個紅色向右箭頭去表示。然後呢，如果是法國每進1球，我就用一個藍色向上箭頭去表示。那大家呢可以觀察一下，我們這場比賽的足球進球的這個數呢是這樣子的哦。從英格蘭1-0、2-0、3-0、4-0，那紅色箭頭就連放4個。然後再來呢，法國連追3球，所以呢藍色向上箭頭就是一樣是連放3個。好，那這邊到了4-3之後呢，接着呢英格蘭進1球5-3，那法國進1球5-4，那英格蘭最后再進1球6-4，我們就呢到達我們的終點。所以呢，大家可以發現這是一個走捷徑問題，但是呢，在這條路徑當中，那因為英格蘭從來沒有被追平或是落後過，所以呢，它會永遠落在這條綠色的直線的下方。那這條綠色的直線呢，我們把它叫做平手線啊，就是通過0011223344的這條直線。那再往上的話呢，就是會落後了。所以呢，你會發現我們這條路徑呢，它永遠會在這條平手線的下方。那當然我們就很好奇啦，如果說你今天只知道呢，一開始0-0到最後呢，英格蘭是6-4，那你又知道英格蘭是一路領
先，沒有被追平或落後過的情形的話，那這時候呢，所有的方法數呢，總共會有多少種呢？會有多少種這個進球的方式呢？那這是我們非常非常好奇的一個部分了。那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的方法呢，總共有2種。第一種方法呢，叫做加法原理。那加法原理呢，顧名思義呢，就是呢，一樣我們就先畫一個6乘4的方格出來，然後呢，一樣橫軸呢代表英格蘭進球數，縱軸代表法國的進球數。那等一下呢，我們一路這樣子從0-0走到6-4呢，都不可以通過這個平手線。那加法原理呢是這樣子，就是一個走捷徑的問題。那等一下呢，我會在每一個線跟線的交匯處寫上到達這一個點呢，會有的方法數是有幾種。像比如說呢，我們就會把最下面一個橫排通寫上1，然後呢往上寫的話呢，每一個交匯點就是從左邊的數字跟下面的數字把它加起來。所以呢，大家可以發現，我們在一路呢把數字呢通通填完之後呢，到達64這個位置呢，總共就有幾種呢？沒有錯，總共就有42種。代表說我們從0-0到6-4呢，英格蘭從未落後或是被追平的方法數呢，總共是有42種路徑。當然這個方法在比分呢非常非常大的時候，你就會發現我們就要花非常非常多時間去填這個數字。那於是呢，數學家呢就發明了另外一種方法來處理這種類似的問題。那這個方法呢是這樣子的：首先呢，我們先討論呢以6-4為例，它的所有可能情形是什麼樣子呢？好，那我們先不管這個平手線哦，我們先把所有6-4的所有的走捷徑的路徑的可能性呢，通通把它列出來。那由於呢，我們一定是從1-0開始作為我的起點，所以呢，我們就把左邊先看成是虛線。那等一下呢，我們從1-0的位置走到6-4的位置呢，我們可以有很多種路徑，比如說可以像這樣，那也可以像是這樣，那也可以像是這樣，好，都是會滿足什麼呢？都會滿足呢，你會發現，從1-0到6-4，我總共都是向右走了5次，然後向上走了4次，所以呢，我就用5個向右的紅色箭頭跟4個向上的藍色箭頭去代表我所有的路徑。那你會發現呢，這樣走捷徑呢，只不過就是這5個向右的箭頭跟4個向上的藍色箭頭去做有相同物的排列而已。所以呢，總共的方法數呢就是 C9 取4，總共有126種。那當然，剛我們算出來的這個126種當中，當然有非常非常多種會通過我的平手線的左上方。那這就是所謂不合的部分哦，我們要把它扣掉。那怎麼樣去扣這個不合的部分呢？我們可以做以下這樣的討論。第一個呢，就是呢，如果你要不合的話，一定會通過這4個禁止碰觸的點哦。那更不用說這個點上面的這個路徑了。那這4個點呢，我們分別去討論一下。比如說呢，你觸碰到第一個禁止的這個違規點的時候呢，好，那事實上呢，你接下來所走的任何的路徑都是違規，所以可以把它看成是，從下方走上去有一種方法，那接着呢，這個綠色的5乘3的方框，的所有的走捷徑都是不合的哦，所以呢，這邊總共有1乘上 C8 取5，有這麼多種。那第二個，如果說你第一個碰到的違規點呢是2號的這個點的時候，那你一樣從下方走上去，然後再把右上角這個綠色的4乘2的方框把它走完哦。所以呢，這邊就是再加上1再乘上 C6 取4。那如果你是一開始碰到的違規點是第3個這個違規點的話，那你要特別注意一下哦。那你從下方走上去的时候，下方這個交點已經是有2種走法了哦。那你再碰到它，再把剩下的這個綠色方格走完，就是變成C4取3再乘上2哦，這麼多種。那最後一種呢，就是一開始你碰到違規點就是4號的這個點的時候，那它下方的位置已經有5種走法，最後你再直直的在这個直接往右邊6-4的方向去走的時候呢，就是5再乘上 C2 取2。那最後呢，把這4種互斥的情形把它加起來，就是總共84種，這就是不合的情形。那當然，大家還是會覺得剛剛的做法呢，實在是太麻煩了。於是呢，我們又想到一個更聰明的做法，
就是呢，我們知道剛剛我們要通過這4個違規點的時候，我們一定是從下方去通過它的嘛，對，所以呢，我們就想到呢，我們就不如呢，把這樣子的一個路徑呢，跟着我們的平手線，以這個平手線當對稱軸呢，對稱到左邊。那於是呢，我們原本要違規的這所有的路徑哦，就像這個橘色方格的走捷徑的路徑一樣，我們就可以整個呢，以平手線當對稱軸，對稱過去變成藍色的這個方格，12個方格了。那我們甚至呢，還可以把跟剩下的那6個方格把它連起來，形成另外一種的走捷徑問題哦，6×3的走捷徑問題。好，那於是呢，我們就可以討論出所有的不合的情形，就是 C9×3，也就是等於84。好，那最後呢，我們就來看一下最終的結果。那我們就是要把所有的可能情形扣掉不合的情形嘛。那所有的可能情形呢，從這個1:0到6:4呢，總共是 C9×4啊，是一個5×4的方格走捷徑。好，那不合的情形呢，借由對稱法对稱過去呢，就可以得到一個這樣藍色6×3的一個走捷徑的路徑了。所以呢是 C9×3。那總共的方法數呢，就是126種減掉84種等於42種。42這個數字呢，就恰恰好跟我們用加法原理所算出來的數字呢，其實是一樣的。不知道大家看完這部影片有沒有對英法大戰的這個進球過程有更進一步深刻的了解呢？好，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不要忘了按讚、訂閱、加分享哦。我們下支影片再見。